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饭总要吃的。洋洋，爸爸让你受委屈了，对不起啊。舒澈没为难你吧？没有。放宽心，时间可以冲淡一切的，啊。一旦有了裂痕，它都永远留在那儿。你跟舒伯伯之间，不仅仅是他帮你拿到市政府竞标权的友谊那么简单吧？那你认为还有什么？比如利益。投之以木头，报之以琼瑶。利益和感情永远是不能分割的，二者一旦被分割了，我们拿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感情呢？我现在真的怕，如果舒澈一旦知道这些事情，他知道了又能怎么样？他就会怀疑这是你处心积虑、步步为营的计划，甚至连我都是你计划中的一部分。然后，他就会认为我们的感情已经不纯粹了，或许从来就没有纯粹过。纯粹，我同意。爱情因为纯粹而美好，但纯粹的好处也仅此而已。因为纯粹不能永恒，唯有利益可以长久。你想让你们的感情天长地久，绝对不是靠它有多纯粹，它依靠的是你们双方利益互惠有多牢固，能不能让你们彼此利益最大化。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明白，舒澈今后也一定会明白的。在爸爸的人生经历里，大浪淘沙留在身边的，没有一个仅仅是因为纯粹的感情，都是实实在在的利益共同体。所以说，爱情是最经不起诱惑和考验的东西了。今天你享受的爱情的纯粹，也许明天就是你痛苦的根源。唯有利益，才能让你们永远不分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明白吗？所以你跟我说这么多，就是想让我认同和接受利益交换的爱情和婚姻吗？我是想让你明白，我跟舒旺我们两个家的利益联系，不仅不会玷污你们此刻爱情的纯洁和美好，反而能让你跟舒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让你们今后的婚姻坚固、牢不可摧。爱情都不纯粹了，捆绑的再牢又有什么意义呢？女儿，你现在可能不理解爸爸说这话的意思，但是今后你一定会赞同我今天的说法的。
休息会儿，太累了。好好睡一觉，别想那么多啊。妙阳，爸爸欠你一个婚礼。晚安。这妙莹不在这几天，你这又成个单身狗窝了。除了方便面，什么都找不到。来，快来趁热吃了，别坨了。这么狼吞虎咽的。 我这要是不来，你还饿死不成了？你先去把妙莹接回来吧，啊！我们俩得分开冷静一段时间。 你想惩罚人家多久啊？这不是惩罚，我只是想知道一个他为什么要逃婚的理由。这很过分吗？这个要求？妈，你没有瞒着我。 给妙莹施加什么压力吧？尤其是我爸，他有没有要求妙莹不要跟我结婚？没有，当然没有。你爸要是不同意你结婚，那他会当面跟你说呀，干嘛在背后去逼迫妙莹啊？真没有，真没有。那我就更想不到有什么原因会让他突然一夜变卦。 把她从像我一样渴望结婚，变成落跑新娘。我总觉得，在注册的头一天，或者前一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让她突然改变了决定。你问过妙莹，发生什么事儿了吗？她说什么都没有，但是我总觉得她有什么事在瞒着我。 这2天的妙莹，突然让我感觉到，我对她从来都没有这么陌生过。舒澈，妈妈是女人，只有男人才讲逻辑，女人是情感动物，会经常有一些 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没有什么道理可言。你要给妙莹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让她自己去消化。我始终认为，我也从来没有怀疑过她对你的爱情。说到底，这个婚姻延期也不关乎原则的问题。
你是个男孩子，你别那么矫情，好像自己受了多大伤害似的。明天就去把妙莹接回来，你们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拒绝结婚是一件不值得一提的小事儿，我就是想要有一个解释，就是矫情。Are you ready for your class? I think you all know the topic, the road to success. You're going to have your own journey, of course, but let's start with one. Well, so much for today. Class is over. Hey, are you from China? Yes. Cool. I actually had a question about the Chinese economy. If the US dollar continues to appreciate, how will that affect Chinese currency values? Sorry, my friend is waiting for me. Sorry, I'll see you later.一起吃个午饭吧。现在能给我个解释了吗？我都跟你解释了，
真的没有其他原因了。算了，我怕我再面对你，就会不停地纠缠这件事儿，要你给我一个理由。这样的状态我都讨厌自己。我不给你一个你认为合理的解释，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是吗？1分钟，没事。怎么样，新娘子？新婚生活如何呀？你也是C1985去旧金山的航班啊？嗯。你也是啊？对了，这是我给你准备的新婚礼物，虽然不是最贵重，但起码它是最花心思和最费功夫的礼物。新婚快乐！谢谢。这是我和舒澈呀，一眼就能看出来吗？那就说明还不算太糟糕。真的我特别喜欢，谢谢。那就祝福你和舒澈像他俩一样，永远连体，永远幸福快乐。我们其实没结婚。啊，没结？为什么？我们想来想去，觉得现在结婚不是最合适的时候，因为毕竟还有那么多的学业没有完成。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他，所以可以留下来吗？当然可以，这本来就是特地为你俩做的。谢谢你，非常开心。不用那么客气。还在美国呢，我跟你妈都想你了。儿子，你咋还不回来呢？美村那儿是不是把我儿子都饿瘦了？
爸妈，我很快就结束美村的工作了，这2天就回北京了。你们放心，我在这儿都挺好的啊。时间、金钱，这2样，我都不富裕。即将山穷水尽，不得不滚回北京。但是，我放得下此刻的妙莹，一走了之吗？即使他对我的到来一无所知。喂，我在你家门口呢，能出来一下吗？有些话想跟你说。哦，好，你等我马上下来。我来是想问你一个问题。问呗。之前我1分钟都没有设想过这样的状况，即便是我们2个人两地分开了6年。但是，如果一旦有，请你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以理解，甚至是可以接受。苗莹，除了我，你还爱过别人吗？或者是还爱吗？你为什么会这么问？我不该问吗？尤其是在你拒绝和我结婚之后。所以你是怀疑我移情别恋出轨了？我们分开那么久，你又那么优秀，肯定会有很多人追你，其中也会有优秀的吸引到你，这也很正常啊。我告诉你，一个都没有，而且根本不可能。我12岁认识你到现在，我只有你一个。舒适，而且我告诉过你，我可能因为任何原因产生犹豫，但是绝对不会因为我不够爱你。而且我们即使分开再久，任何事情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唯独我对你的感情是一丝一毫都不可能会改变的。然后，到底是为什么？你大老远跑来就是为了问这个吗？
我可以坐这儿吗？相信，这里有人坐吗？我可以吗？可以啊。谢谢。Hi, Laura. Hi, Catherine. Let me introduce. This is Laura, and this is my roommate, Xiaoqing. Hi, nice to meet you. Actually, we've met. Really? I'm sorry, I don't remember. Of course you don't remember. You didn't pay any attention to me. You were crying. What? I was crying? When and where? Professor Anderson's office. How could you forget that? Sorry you had to see that. You really broadened my view. Chinese women are living up to their reputation, using 2 techniques to control everything: being coquette and crying. You are entitled to your opinion, but how could you insult me in public like this? Who gave you the right to insult me? You did. If you weren't so good at women's natural advantages and taking other people's jobs, do you honestly think you're interesting enough to be humiliated? Whose job did I steal? Mine. Why don't you tell everyone here about your new little job on campus? That was mine. Professor Anderson terminated my contract and gave it to you because you cried. You might feel fine about this, and maybe you think you deserve all of this, but I will never feel sorry for what I'm about to do. Apologize. Apologize to her for rude behavior. Sorry. Please help me check out. Oh, are you leaving? Yes, I'm going back to China today. I have a job there. Ah, the girl you brought back from the bar, is she all right? Probably she's back to her daily life. Are you willing to leave her? Actually, she doesn't need me. I think she does. Thank you. I'll miss you, child. I will miss you too. Thank you. Bye. I'll walk you out.
我见过你。啊，你是妙莹在清华的同学吧？是。怎么来这儿了吗？留学？不是。那你到美国来是来旅游，或者是工作？也不是。你是来找妙莹的？没有。那你告诉我，为什么在几天前，她住的汽车旅馆里，你会在那儿出现？你看见我了？你现在还要说你不是来找她的吗？我确实是为她来的，但我不是来找她的。跟我玩文字游戏呢？你是为她来的，但是你不是来找她，是不是？接下来你还要告诉我，你阻止她结婚，但是往后发生的一切事情，跟你都毫无关系。阻止她结婚？我哪有那个能力啊？在我们注册之前，你对她说过些什么，做过什么？我什么也没做，我们连面都没见过，她都不知道我来。你是学什么专业的？计算机。难怪，连一个谎都编不圆。我们查遍了旧金山所有的酒店，才知道妙莹住在那个汽车旅馆。她逃避所有的亲人，唯独只有你知道她在哪儿。你还要坚持你们没有见过面的说辞吗？你没来之前，确实只有我自己知道她在哪儿，但那是因为我从市政厅一直跟踪他到汽车旅馆，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我也在那儿。大老远飞到美国，一不见面，二不联系，目睹了他逃婚，一路尾随，在只有你们两个人的那一天一夜里，居然不照面，也不告诉他你来了，直到你跟着他回到了 Standard， 在那儿我发现了你。你相信你自己的说辞吗？告诉我，你来美国到底是干嘛的？我什么也不想干，就是听说他要结婚了，我想来看看。想看什么？我想亲眼看到他结婚，就像入葬之前把棺材板上最后一颗钉子钉上，那就没什么遗憾了。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说你俩的婚礼，我是说我自己的感受。你爱他？你追了他多久？我没追过他。逗我！4年朝夕相处，你没有追求过他，也没有向他表白过。因为追不追、表不表，结果都一样，没戏。你不会说你一直在单恋吧？各种爱他在心口难开，陪伴他的左右，默默守候。对。你的
意思是说你什么都没做，他突然在一夜之间变卦了？难道你觉得他是因为我？我多想承认怪我，都怪我，但并不是这样，因为他甚至都不知道我喜欢他。你也不用把我当作是你的情敌，因为我连备胎都算不上。不信你回去问问他，问他在美国见没见过明明，他一定觉得你在说火星文。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从市政厅离开之后，一直到汽车旅馆，这一天一夜，妙云都做了些什么？离开市政厅，他去了海边，在那里有一个大礁石，他在旁边哭了好久。之后就去了汽车旅馆，一直到你来。就这些。就这些。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情敌。也不是没有人喜欢妙云。第一批倒下了，第二批又不知死活的冲上去，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可偏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走进他的心里，因为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剩下的都是浮云。虽然你不在清华，但是你的传说倒是无处不在。我能多一句嘴吗？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吗？没问题，也没矛盾。我也不知道。那就奇怪了，有点复杂。不过我再多一句嘴啊，我敢保证，绝对不是因为妙莹对你的感情有了变化。凭什么这么确定？我没凭没据，没资格代言他，更没资格评价你俩的感情。但是，我还算了解他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你是说暗恋吗？4年前吧，刚进大学见他第一眼的时候。怎么不让他知道？我有自知之明。可是喊出来，不比憋死更强？你不觉得？如果你不能让你喜欢的女孩幸福，那你的爱就没有意义啊！而且，我也问过自己，拿什么让她幸福？就像她现在拥有的一样。答案是 nothing。虽然你没说，但是你做的可不少。我对自己无能为力。
这4年我天天努力想结束它，甚至希望没开始过。我对自己爱或者不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他对追求者一概无视的状态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就明知道他不可能爱我，但我还是爱他，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你的爱对他没有意义，但是对你自己有意义啊。不管他给我带来稍纵即逝的欢乐，还是无边无际的痛苦，即使是无望的、没有结果的爱，也总比日复一日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月薪到账这些无聊的日子更让我觉得有意义。爱是我活得最大的意义，哪怕谁也不知道。也许你觉得我可怜，是一个活在 YY 里的抖 M， 但是对我而言，它就是我赖以生存的空气，还是我甘之如饴的糖。你是不是对我把受虐当作是松骨的这种享受境界无法体会？不过也是，像你这样拥有财富、地位和爱情的多重富豪，怎么可能会明白我们这种平庸之辈一穷二白的快乐？你只有穷到我的程度，你才会知道，如果你的爱和你爱的人爱不爱你没关系，和你爱他有多深，就要求他爱你多深的本能所求没关系，甚至让他知道你爱他这件事都无所谓的话，那你对这份爱不抱一丝希望，就不会有一毫失望。不以占有为目的的爱，就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只会因为爱而快乐。这就是我的爱与你无关。对，当爱只和自己有关的时候，那你就有了最大的自由。爱谁是谁，想爱多久就爱多久。一个人的爱情也能自嗨。当然了，别人也可以认为我这是可怜，但是没关系啊。那既然我的爱跟任何人无关，那别人的评价又跟我有何干？就算爱是一件被你爱的人忽略、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可以成为照亮你自己生活、惊天动地的大事。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我马上就去机场，离开美国回北京了。所以你今天来是要向他默默告别的。嗯。这趟的美国之行，本来你是想过来看一看就死心的，对吗？对。不见棺材不落泪嘛。哎呦呸！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这么一比喻怎么就是棺材？对不起啊。那你没见着棺材，就不打算死心吧？就像掌控不了什么时候开始一样，
我也掌控不了什么时候会结束。不过你放心，我从来不具备破坏力，以后更不会。我走了，再见。再见，很高兴认识你。我也很高兴认识你。哥们儿，你俩一定要幸福。不以占有为目的的爱，就不会因为失去而痛苦，只会因为爱而快乐。就算爱是一件被你爱的人忽略、微不足道的小事，依然可以成为照亮你自己生活的惊天动地的大事。